觉醒属于你的亲和力吧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级别的亲和力？竟然引动了如此可怕的天地异象！3S 级，绝对是3S 级！只有传说中的3S 级亲和天赋，才会有这种毁天灭地的威势。不对劲，这股气息难道是……唉，3S 级亲和，万中无一的绝世天赋，竟然是妖族。沈寒，你，哎，可惜了。校长，我不明白。我们这个世界历史文化断层严重，觉醒亲和力后将开启造化之门。造化之门中有3尊神明法相，你若是认得对方，便能继承其力量；认错了，则会被神明反噬，当场身死。你觉醒的是妖族亲和，一旦造化之门开启，里面全是妖族大能。可如今的华夏，谁还认得那些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的妖族？这是一条绝路啊！3S 级天赋又如何？认不出神明就是个死啊！真是史上最惨的天才，刚起飞就要坠落。妖族绝路？不，你们不认识，但对于穿越者我来说，那可太熟了。所以说，这哪里是绝路，这分明是一条通天大道。校长，不必多言，我一决开启造化之门。你确定吗？一旦开启，可就没有退路了。我确定。等一下，沈寒，你觉醒的是妖族亲和，怎么就敢开启造化之门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相信我，倏然，我一定可以。够了，分手吧。为何？为何？你觉醒了必死的妖族亲和，马上就要死在这台上，我可不想明天被人指着鼻子说，看。他就是克死男友的扫把星。沈寒，你无父无母，死了倒是干净，但我的人生不能沾上你这种晦气。也罢，造化之门开！这些都是什么神明啊？为何我一个都不认识？完了，这些石像闻所未闻，这妖族亲和果然是绝路啊！倏然，亲眼看着男友死在面前，感觉如何？哼，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更何况他死了，我反而清静，早就想甩掉这个一无所有的废物了。说得好，让我们一起看看你这个前男友会死得多么惨。红孩儿实力不俗，但性格太过跳脱顽劣，不易掌控。饕餮上古凶兽，力量强大，但这形象也太丑了点儿。苏妲己的实力在如今这个世界绝对算得上是强者，更何况妲己绝色倾城，祸国殃民，魅惑众生，谁能顶得住妲己的诱惑呀？什么？他会选这尊女性神明？莫非是认为女性神明会温柔些许？即便是女的又如何？那毕竟是大妖啊！若是他不认得对方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轩辕坟畔灵狐诞，荣光出战圣星灿。沈寒，恭请妖族
妲己。这是什么级别的妖神？典籍之中从未有过记载，这股威压！我的天，身体动不了了！沈寒到底召唤出了个什么怪物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一无是处，连觉醒资源都要靠我施舍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召唤出如此恐怖的存在？如果我没有和他分手，不，我韩舒然的选择从来不会错。我是一个要成为最强女战士的存在，绝不会为任何决定后悔。一个虚无缥缈的妖神而已，还没有资格让我后悔。更何况，我相信他的神明绝对不会比沈寒的弱。小弟弟，就是你把姐姐唤醒的吗？沈寒，有幸。下一位，姚伟上台准备觉醒。来了。沈寒，区区一个红色神明可不够。这股能量的暴虐程度，难道？报告校长，姚伟同学亲和力3S 级满值，和沈寒同学一模一样。哈哈哈！天佑华夏，真是天佑我华夏呀！造化之门开！八岐大蛇！有了八岐大蛇，华夏拿什么与我们抗衡？晚辈姚伟在此恭迎八岐大蛇！天哪，那是什么？红色神明啊！8个头的大蛇，太霸气了！我们学校今年是要逆天啊！先有绝世妖狐，后有8手巨蛇。小伟学长太强了，这尊神明显然是战斗型的，比沈寒那个花瓶一样的妖神实用多了。我就知道，我韩舒然的选择绝不会错。小弟弟，你有没有发现对面那条长虫身上有股让人很不舒服的邪气呢？这不是我华夏的神明。沈寒，你上来干什么？输不起，想当众捣乱吗？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动华夏觉醒大典！叶总，沈寒在说什么胡话？他疯了吧？嫉妒让他脑子坏掉了。姚伟学长明明是我们华夏人。沈寒，你在说谁？说我是异族？我姚伟生在华夏，长在华夏，身份证、户口本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叛徒！此乃刀营邪神八岐大蛇。姚伟，你身为华夏子孙，勾结异族邪神，踏我华夏圣土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怎么是羡慕我觉醒的神明比你的更强吗？是嫉妒我的力量比你更霸道吗？所以就给我扣上一个叛徒的帽子。沈寒呐，你真是卑贱到了极点！沈寒，你完没完？你不要再胡闹了好不好？难道只有你配觉醒 SSS 级的神明吗？难道姚伟哥哥也觉醒了红色神明，你就这么容忍不了他吗？我明白了，我懂了，你不就是因为我跟你分了手，甩了你，你心里不平衡，你生气了，可你至于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污蔑他吗？不要这么幼稚了好不好？蠢货！校长，这到底该相信谁？姚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天才，家世清白。如果现在听信沈寒的一面之词，判定他是叛徒，万一查出来是冤枉的，那我们学院乃至整个华夏就彻底失去了一个未来的至强者呀！他会对我们寒心的。我相信沈寒，一个立志要为华夏发光发热、守护到底的年轻人。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和私心，只有对异族的憎恶和杀意。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在这种关乎民族大义的事情上说谎。来人，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安全协议，给我彻查姚伟从他出生开始到现在接触过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，都给我查个底朝天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调查我？就凭他一句话吗？今天有校规国法在，我杀不了你。但等调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，
我沈寒必以华夏之名斩你这叛徒于此地。调查，斩我，沈寒，你没那个机会了。神话擂台，他竟然真的能开启神话擂台，强行开启针对我华夏觉醒者的神话擂台，他真的是内奸。沈寒，我本来还想多隐藏一段时间，但现在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在这擂台之上，唯一的规则就是你死我活。用来自裁的刑场吗？你倒是为自己准备得很周到呀。神话擂台已启动，对战双方：姚伟、沈寒。规则3局2胜，生死自负。每位神明仅可出战1轮，若无神明可遣，造化之门将开启。入内则神，成则生，败则亡。3局2胜，每一个神明只能打1轮，这怎么可能赢？姚伟潜伏多年，他是有备而来。既然敢开启神话擂台，就说明他有绝对的把握。意外吗？沈寒，你以为我只有今日觉醒的8岐大蛇？告诉你，在我还未入学时，我就已经绑定了9吨童子与天狗。3个神明，姚伟竟然有3个神明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沈寒学长今天才刚刚觉醒，只有一个苏妲己神明，他怎么可能打得过3个？第1局就算能赢，第2局、第3局怎么办？他没有神明了，就必须去那个9死1生的造化之门，这根本就是绝路啊！沈寒，这就是天才与凡人的差距。你耗尽一切，不过是刚刚站在起跑线上，而我早已在终点等你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那刚刚觉醒的苏妲己有什么本事。又或者，你现在跪下求饶，我或许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。一群东瀛的魑魅魍魉，成为神，真是可笑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那就从你的苏妲己开始，给我死！8岐大蛇，给我撕碎它！沈寒学长，快躲开啊！完了！你的神明是被吓傻了吗？连动都不敢动。这就是你吹嘘的华夏神明，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，给我化为脓水吧！聒噪的爬虫，这回什么？我的8岐大蛇为什么会停下？玩够了，该上路了。虎火葬天！不，我的8岐大蛇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秒杀了，一招就这么没了。赢了！我们赢了第1局，就1招啊！我说了，魑魅魍魉上不得台。第1局我赢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沈寒，你别得意，这只是第1局，我还有2尊神明，我要你死！鬼王降临，出来！9吨童子！出来吧，我的最强式神，百鬼之王童子！完了，这尊神明的威压比刚才的8岐大蛇强太多了。沈寒同学的神明苏妲己已经出战过了，按照规则不能再出场了呀。姚伟竟然契约了如此凶厉的鬼王，沈寒他。沈寒，
你现在拿什么跟我斗？你似乎忘了，我的生命不止一个。不止一个？那你倒是再召唤一个出来啊！造化之门的规则，对于所有御神师来说是恩赐，也是诅咒。哎呀，一旦召唤出的神明是沈寒不认识的，他无法用出其真名，不但无法获得神明的力量，反而会遭到神威反噬，当场神魂俱灭啊！是啊，赢了第一局又有什么用？这一局如果召唤失败，他会死的。我们好不容易出了这样一个绝世天才，难道要陨落在这里吗？沈寒，祈祷吧，祈祷你这次召唤出来的是你认识的神明，否则不用我的九吞童子动手，你自己就会灰飞烟灭。造化之门，开！三尊石像又如何？你若叫不出其中任何一尊的真名，这三股混杂的神威会瞬间把你撕成碎片。左边这尊牛首人身手持巨斧，好霸道的妖力；右边那位白衣女子，好纯粹的水行之力，气息悲悯却又浩瀚如海。可为什么中间这尊这么小，只有半人高？旁边两尊顶天立地的神像比，这气势也差太远了。是啊，左边的感觉一斧头能开山，右边的感觉能翻江倒海，中间这个好奇怪啊！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？难道是个未成年的小神？白素贞，还有大圣，大圣，这麻烦了。那两尊强大的神明你不选，只认识一个最小最弱的喽啰。你一身正义，曾因不公踏上天宫，登临云霄。如今异族入侵，华夏危矣，大圣又怎会置之不理？您曾说，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，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，要那诸神都烟消云散。晚辈沈寒在此恭请齐天大圣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杀你之神！放肆！我的九吞童子乃是百鬼之王，岂是区区一个妖猴能比的？给我上！小心！这股力量，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挡住？对，吃啊，老死你吧！一棒，仅仅一棒就，这才是真正的神明啊！不，九吞童子愧有百鬼夜行，吞噬他！哼，身外身法，这分身！不！我的百鬼夜行！别杀我！饶命啊！哼，区区东瀛小鬼也敢在俺老孙面前班门弄斧！号称百
鬼之王的就这么没了。刚刚那是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了一条龙，金色的龙。身高不足5尺，看起来这么矮小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？恭迎华夏神明齐天大圣！几百年了，总算有个小家伙还记得俺老孙的名号，把俺叫出来耍耍。不错不错。沈寒这种惊天伟地之才，绝不能埋没。市长，10万火急！我小学生沈寒成功召唤神话人物齐天大圣孙悟空。给省级紧急专线，快，省长！老大，我们省出了一个天才。沈寒啊，你这次可是为我华夏立下了不世之功啊！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真没想到，在我有生之年，竟然能亲眼见到这种级别的神明。领导过誉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多沟通一位神明，我华夏的国力与底蕴就会随之强大一分，这份功绩无可估量。不过，功绩的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樱花国的姚伟死在了你的手上，以他们睚眦必报的性格，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报复你。所以，为了安全，你就留在京城。领导，他们要是再敢来犯，我不介意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灭种。有此雄心是好事，但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敌人。单凭樱花国确实已经没有和我们正面对抗的资本，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，前段时间樱花国与天竺国已经秘密结成了攻守同盟。你现在斩杀了樱花国的一位顶级高手，这无疑给了天竺国一个借口。我敢断定，他们很快就会对我们发起新一轮的攻势，以此来试探我们的虚实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们想玩，我们奉陪到底便是。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，但战术上必须重视。总之，一切还是谨慎为好。你先回去休息，我已经调派了龙卫军，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。暴风雨估计马上就要来了。猖狂！天竺国真是何其猖狂！典型的趁火打劫呀！战书已下，避无可避。诸位讨论一下，此次由谁应战？此战非同小可，必须派我方最顶尖的战力。我提议由北部战区龙将赵擎天出战。不必劳烦赵将军了。沈寒，你怎么来了？天竺的挑战我接了。年轻人，这关乎国运之战，岂能儿戏？按照上古流传下的规矩，这种神明级别的挑战有2种模式，除了常规的1对1决斗，还有第2种。我提议启动第2种模式，幻冥神战。胡闹！我反对！沈寒，幻冥神战，你这是要拿我华夏的国运当赌注！李将军说的没错，幻冥神战一旦开启，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天竺国号称有800万神明，神话传承从未断绝，有名有姓，随时可以唤醒的神奇多如牛毛。真要采用这种方式，对方直接召唤出梵天、毗湿奴、湿婆这3大主神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？华夏呢？虽然从古籍的蛛丝马迹上能推断出有不少伟大的存在，但典籍散佚，传承断代，我们没有资料，更不知道他们的真名，又何谈唤醒他们为我们而战啊？谁说的？我们没有。开天辟地，红军传道3000客，龙凤麒麟3族出现，女娲补天造人3012祖，妖皇帝俊，东皇太一。幻冥神战与神话擂台不同，规则只有一条，直至另一方再也报不出神明之名为止。所以你才提议用这种方式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何止是真的，这上面任何一个名字都足以震古烁今。好啊，是我们坐井观天了。
小小天主也敢与我华夏比拼神明？哈哈，别说跟他们打到最后，光是这张纸，随便从上面撕下一个角，都够他们喝一壶的。现在还有人反对吗？反对？我看谁敢反对！沈寒同志，接下来我们全听你的。没错，幻冥神战就用幻冥神战，我倒要看看他小小天竺能爆出几个神来。光有名字还不够，我们与神明的亲和度越高，神明降临后能发挥的实力就越强。亲和度。盘古开天辟地，历劫而往，身化万物。其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，其血为江河，其骨为山脉，精气上升为天，浊气下沉为地，其兄帝俊，其弟东皇太一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你怎么回事？隔壁的华夏发生了什么 ？Oh my god！ 快看，华夏那边那道光是什么？太刺眼了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沈寒，你这个那个亲和度，我念头戴如意乾坤圈，地产灵宝混天绫，手持火焰枪，脚踏无敌风火轮，三头六臂，九转莲花身。我操！99的亲和度，这说是神明转世也毫不为过啊！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位行走在人间的神奇，一位绝对的压倒性的战力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可以杀入天竺帝国，跟他们来一场线下 PK。线下 PK， 龙眼神战期间从未有过这种先例，先例是用来打破的。我就算踏不平他们的首都，也绝对可以牵制住他们一大批神眷者。没有了那些所谓的神眷者，在神战擂台上，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斗？不行吗？我感觉自己现在挺强的。不，我不是觉得不行，我是在想这个计划简直是天才之举。我完全支持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您在线下牵制他们的主力，我在神战擂台跟他们打，双线作战，这事非常有搞头。我就知道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领导，各位将军，时代变了，谁规定了神战期间就不能进行线下战斗？以往没人这么干，那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绝对的武力。血脉亲和度只要达到30%，就基本上可以无视小型的热武器。血脉亲和度达到50%，只要神力还没有耗尽，哪怕是巡航导弹也无法对他造成实质性伤害。而现在，龙将军的血脉亲和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99%，这意味着，除非动用核武对自己的国土进行无差别洗地攻击，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常规武器能够伤到龙将军分毫。干，就这么干！幻冥神战，华夏战区对阵天竺战区即将开始。开始了。是谁？是谁敢血祭神神的国德？哼，一群土鸡瓦狗！对，今日就是神战开启之日。我伟大的天竺帝国，在700余位神明的庇佑下，必将碾碎孱弱的华夏。
将军说的是，华夏那些所谓的神，不过是些乡野传说，如何与我们真正的神明比肩？哼，听说他们这次只派了一个叫沈寒的年轻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第7基地还有第3预备基地被摧毁了！你说什么？胡言乱语！谁有这个胆子和能力？一个人，他只有一个人。龙爷，他竟然真的敢！神战名单提交倒计时开始，请天竺帝国选手尽快入场递交名单。各位，欢迎来到幻冥神战的舞台。现在，请天竺帝国的代表拉詹先生上台提交他们的神明名单。某些底蕴浅薄的国家，恐怕连1张纸都写不满吧，真是可悲呀！主持人，这是我们天竺帝国的神明名单。我们的神明实在太多，这5张纸也仅仅是记录了其中一部分而已。看到没，废物！龙爷回我基地又如何？在绝对的神明数量面前，华夏不堪一击。现在有请华夏代表沈寒先生。一本书。你们华夏是来参加神战，还是来开读书会的呀？这是华夏神谱。八千，不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华夏上下5000年，凡护我山河者，皆可为神；凡佑我子民者，皆应受香火。谁敢欺我华夏无神？震撼，无与伦比的震撼！华夏向我们展示了何为神之国度。现在，我宣布，神战第1轮正式开始。快看，是阿修罗，是伟大的阿修罗神！神王级别的战神，这一场我们赢定了。沈寒，你有8000神明又如何？随机召唤，运气才是王道。我方有阿修罗坐镇，你们拿什么来挡？4个怪物和1个鬼，这就是你们华夏的神？阿修罗呀，你的运气还真是差到了极点，竟然会遇到他。声若轰雷，翅若垂云，嘴若雷穿，眼若闪电，肚蔓更难进，食肉饮血侵人体，唯我洪荒文道人。晚辈沈寒，恭请文道人前辈降临华夏，为国一战。蚊子，你们华夏的神是一堆虫子。小辈唤我出来就是为了他吗？这血气倒是够旺盛，是你供奉给本座的血石吗？你这妖道竟敢放肆！不，我的神力，我的身躯，这有劳前辈。天竺人不是吹阿修罗是战神吗？怎么一下就没了？秒杀呀！我们召唤出来的是阿修罗神对吧？青面獠牙，8只手臂。没错，可怎么会这么弱？不可能，连1回合都没撑住，我们一定召唤出了一个猫派的阿修罗。
我们太 fail 了，还号称战神，居然连1回合都坚持不了。让华夏人见识一下我们12诸神的威力。文道人大神，别走啊！哎呀，完了！最强的大佬走了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韩神，他还能再召唤出这种级别的大佬吗？拜托了，一定要再来个狠的，不然天竺人要反扑了。文道人虽强，但凶性太重，难以降服。不知这新一轮会是何方神圣？出来了！又有新的神像了。雄极、饕餮、桃、混沌、飞奴，这不是上古凶兽吗？雄极善恶，助纣为虐；桃物凶顽，唯恐天下不乱；混沌更是善恶不分，凭本能行事。这3尊无论选谁，都可能是引火烧身。恭请伟大的鬼灭之神、万神之主湿婆降临。是谁胆敢亵渎吾之信徒？非言虽稳妥，但面对这等强敌，恐怕不够。既然是神战，当信雷霆手段，凶兽又如何？只要能为我华夏而战，便是护国神兽。其状如羊身人面，其目在腋下，虎齿人爪，其音如婴儿，无物不吞。晚辈沈寒，恭迎上古凶兽饕餮降临。区区一个兽也敢在吾面前放肆，接受毁灭的！弱掉，什么情况？够了！宇宙之源，万物之始，众生之父，以天竺亿万信徒之名，共请创世神万天降临。创世神，这还怎么打？完了，饕餮虽强，但和创世神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。旱魃、金毛猴、精卫、相柳，还有水妖，虽然都是金色品质，但这神威和对面的梵天比起来，好像有点不够啊。这几乎是必死之局。精卫与相柳虽名声不显，但实力应与饕餮在伯仲之间，可面对创世神，依旧毫无胜算。现在唯一的变数只剩下旱魃。旱魃，皇帝之女，天生神力，曾助皇帝大败蚩尤，后因神力失控，陨落后受天地毒火侵染，所过之处赤地千里。世人皆称其为灾星，但若能将那份力量发挥出来，或许能消耗他一二。晚辈沈寒，恭请光与热之神女魃降临。世人只知给你带来灾后的旱魃，却忘了曾是守护华夏的天宇。今日我沈寒为你证明。是你唤醒我吗？所谓何事？晚辈沈寒见过神女殿下，愧疚感涌上心头，我该如何开口啊？难道要直说，请你去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去送死吗？好一个倾力绝尘的女子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我从未听说过华夏有你这尊神奇？我并非神。哦，我只是一个无法轮回的孤魂野鬼，入不了宗祠，受不了香火，更没有信徒供奉。不是孤魂野鬼是什么？孤魂野鬼！你们华夏是在修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身战甲，这把剑，多少年了？
久到我都快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一名为守护人族而战的战士。久违了，老朋友。皇帝之女，拔，请赐教。不可能，那可是梵天大神，我们最强的神明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没想到你们华夏除了那几位，还藏着你这等高手。天女威武，打爆他！这才是我们华夏神明的风采。我倾尽全力的一击，足以让上古大巫身首异处，却仅仅只能给他造成一点灼伤。他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强。神之轮舞结束了。不！这是……我终究还是不祥之人。天哪！梵天大人，他受伤了。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恐怖，这么厉害？很有趣，你成功的激怒我了。不好，他笑得越开心，就代表他越愤怒，这是他彻底失控的前兆。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神法。可恶，力量差距还是太大了吗？哪怕汉魃也依旧不是他的对手，难道真的要输了吗？给我消失！梵天，梵天，毁灭之神，不可匹敌！我乃皇帝之女，我为华夏战神，怎可战败在此？这是他竟然完全觉醒了！我的火尸毒，就连神明也无法豁免。你这该死的怪物，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这就是天竺众神的力量吗？真好啊！而我汉魃不在三界，不入五星，世人怕我，恨我，就连我的父亲也对我敬而远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世间从此再无汉魃，你们再也不用畏惧我了。华神，你一定要赢啊！无论是女魃也好，汉魃也罢，你永远是我们华夏的女武神，一定要活着。这是信仰之力，我得到了华夏后台的认可。不可能！你这不入三界的怪物，怎么可能凝聚神格？梵天，现在我以华夏正神之名，我来终结你！狂妄！区一个新晋的伪神也敢审判我，让你见识一下创世神真正的力量！神法全归一！这一切不是为了毁灭，是为了守护。我的创世之力被净化了，这不可能！我竟然会败给一个曾被遗弃的……梵天大神败了！我们的主神，我们天竺的创世神，就这么消失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败给了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华夏神明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没有了梵天大神，我们拿什么和华夏斗？我们认输吧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女武神万岁！太强了！最后一朵火莲花简直是神迹，他是我们华夏自己的神。从今以后，谁还敢叫他汉魃妖物，他就是我们的赤焰女武神。天竺国代表团已正式确认放弃本场比赛，我宣布最终获胜者华夏。现在，请华夏
代表领取你们的战利品。战利品1：天竺帝国5成国运将即刻转移至华夏国运金龙。战利品2：造化之药。造化之药乃是诸神回归现实的坐标，当聚齐5枚造化之药，便可构建回归法阵，恭迎诸神真身降临此世。到那时，才将是华夏真正的鼎盛之时。沈寒同学，校长，您怎么亲自来这儿了？好小子，好样的！我看了，我带着全校师生一起在礼堂看的直播，打得好，打得太好了！沈寒呐，你是咱们学校建校100年来最杰出、最伟大的学生，没有之一。你现在不只是我们的骄傲，你是我们整个华夏的英雄啊！校长，您过誉了，守护华夏是我辈应尽之责。不，这不是过誉。回去之后，我立刻就开会，要在学校广场给你立一座雕像，让所有学子都以你为终生奋斗的榜样。校长，这就不必了，太过张扬了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准备回去了。哈哈，好，英雄刚经历惊天大战，是该好好休息。沈寒，我看了你的神战直播，恭喜你，你现在是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。有事？沈寒，我们能聊聊吗？就几分钟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我真的错了。因为那个叛徒他已经死了，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我当时就是太傻了，太不懂事了。其实我心里一直爱的人都是你，我们还能再在一起吗？韩舒然，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说的吗？你说我只是一个没背景的穷学生，注定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永远配不上你。为了那个叫姚伟的叛徒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颜面扫地。不是的，我难道是一时糊涂？我后悔了，沈寒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后悔？我看你是后悔当初没押对宝宝。当初我一无所有，你弃我如敝履。如今看我成了华夏英雄万众瞩目，又跑过来想捡便宜。你觉得你这副上赶着来舔的样子配得上“爱”这个字？我只觉得不行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别再来纠缠，否则就别怪我让你当众不看。不要，沈寒，你别这么对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，沈寒，你别以为你多了不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就要出国了，我不会比你差的。韩舒然，总有一天会真到你都仰望不到的高度，让你为今天这么对我而后悔。啊！沈英雄牛逼，一招就一招，这就是我们华夏的底气。看到了吗？什么百鬼夜行，在我们神龙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。本场国战规则如下：造化之门已开，双方出战者需从5个石像中呼唤神明之真名，方可将其召唤上场。5局3胜。天助我也！真是天助我也！那声大人，这个规则对我们太有利了。哈哈，完蛋了！华夏人完蛋了！你们的神早就断了传承，你们连自己祖宗叫什么都不知道了吧？我们樱花国天朝大元神，夜族命，西佐之南，800万神明体系完整，名号清晰。这个沈寒，他敢开口吗？他开口就是死！这叫什么规矩？这不公平！我们华夏神话体系何其庞大，但很多真名早已失传，版本众多，万一叫错了，这根本就是必死的陷阱啊！都不用打了，只要樱花国那边不出错，光是叫名字就能把沈英雄耗死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是很嚣张，要我们把神一起叫出来？现在机会给你，你倒是叫！让我们见识一下，你们华夏除了那张虚张声势的龙眼，还剩下什么？哦，忘了，你可能连一个真名都叫不出来，就要爆体而亡了。哈哈哈哈！别着急让他死，景夏君，不如我们先让他好好欣赏一下
什么叫真正的神之传承？你猜，他看到我们一位又一位伟大的神明降临时，脸上会是何等的绝望？怎么被吓傻了吗？连话都不敢说了？还是说你在脑子里搜肠刮肚，也想不出一个你肯确定的神明？真是可怜呐！既然你不肯，就让我来给你做个示范。你觉得这个规则对你们有利？荒谬！华夏的万千神，我全都认识。天照大神庇佑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奶奶生小姐，这5位尊神之中，您认识几位？何止是认识，这5位中，山道之神、风中之神，还有这位可是我们樱花国最强大的怨灵之一，崇德天皇。我足足认识3位。沈寒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眷。现在到你了，你那边的5位，又是些什么叫不出名字的山野精怪？你又能认出几个？赢定了！5位神明认识3位，奶奶生小姐的选择太多了。无论选哪一位，都足以碾压对面那个只会说大话的华夏人了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虚妄。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樱花国由恨所凝聚的极致力量。以我之血为气，以我之魂为引，沉睡于幽怨之渊的魔王，化身为大天狗的君主啊！醒醒吧，怨灵崇德！恭迎崇德天皇降临！上古大巫，青丘妖王，野生真君，幽冥之主，神之还有剑仙，这造化之门倒是真的给了我一个惊喜。以怨为神，终究是小道。既然你请出了鬼魅，那我华夏便以神威镇之，阐教3代魁首，玉帝金阙外省，替桃山救母显孝养，助灌江口镇水护生民。晚辈沈寒，恭请2郎显圣真君杨戬。妖孽，伏法！休想！百鬼夜行！在绝对的神威面前，数量毫无意义。不，吾乃天之源。崇德天皇败了？怎么可能？萤火之光，铁杆与日月争辉。第1局，华夏胜。沈寒，你不要得意，这才只是第1局，我要让你和你召唤出来的东西都化为灰烬。你的神明
充满了怨恨与不甘，终究是无根之木。而我的神是守护，是秩序，是天道，你怎么赢？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樱花国最狂暴的破坏之神！出来吧，执掌风暴与海洋的荒神须佐之男命！是谁胆敢唤醒吾？伟大的须佐之男命大人，请您将眼前之人彻底撕碎！破坏之神嘛，有点意思。井蛙不可与海，凡鸟不可与天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神威。星河倒卷，雷火奔涌，赤子阴魂，要彻九霄。晚辈沈寒有请三坛海会大神哪吒。就是这个家伙在聒噪吗？小鬼，滚回你的奶妈怀里去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天爪毛之斩！哼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法宝！去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须佐之男命大人的全力一击，居然被一个金圈就挡下来了！太慢了，太慢了！哈哈哈哈！就这点本事吗？那就让你见识下小爷的真功夫——三头六臂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妖孽，拿命来！第二局，华夏胜。最后的机会，这是樱花国最至高无上的神明，以我之魂为祭品，以我之血为引，空引黄泉国度之王，万物终结之母，以血纳美命。此等怨念，非战斗所能平息。幽冥之力，黄泉之主，晚辈沈寒见过地藏王。滚开！唵嘛呢。黄泉吞噬他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汝之怨念，亦在我度化之列。3-0，最终的胜利者是华夏。好小子，打得好，太给咱们华夏长脸了！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按照规则，获胜方华夏将有权从战败方樱花国获取一件战利品。现在，请华夏代表沈寒上前选择。造化之药交出来。沈寒阁下，你不要太过分。造化之药是国之根本，绝不可能。第二，归还自近代以来从我华夏掠走的所有国宝文物典籍，一件都不能少。你这是在抢劫，这是无理的要求。我们大樱花帝国绝不会屈服于此等羞辱。不交可以，那我们的战斗就继续下去。不过下一次的战场就在你的本土，我亲自登门，直到亡国灭种。我们交。等等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你们华夏人都是如此出尔反尔、毫无信义的吗？
别激动啊，也别把华夏扯进来。刚才的条件是华夏对樱花国的诉求，现在嘛，是我代表我自己。你们这么多人打了我们这么久，害我费了这么大力气，我要点精神损失费和个人赔偿，不过分吧？你们樱花国不是号称有800万神明吗？你们的那些国宝，比如天聪冥剑、8尺神钩玉、8尺镜，还有你们各大神社、博物馆里的所有藏品资源，这些就都赔给我沈寒个人。疯子，你是个疯子。好，我们给。这些是华夏历史上那些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英灵，他们根据坐标回来了。这次回归的是英灵，那下一次是不是就该轮到那传说中的天庭诸神了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我感受到了历史的补全，这意味着我们华夏将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成功觉醒先祖之力，我们的国运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暴涨。英灵归位，乱世重续，这对整个华夏而言是天大的幸事啊！是幸事，也是战书。世界的目光现在都聚焦在我们身上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。他们已经怕了，恐惧会让人丧失理智，做出最疯狂的举动。那就让他们来。这一天，我华夏等了5000年。诸位，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我的帝国已经付出了代价，天竺国也已惨败，华夏的神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复苏。如果再放任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将被他们各个击破。田中特使说的没错，你们必须正视这个威胁。我直面过他们的神明，那名为汉魃的女神，仅仅是她一人就击败了我国至高无上的湿婆大神。那是你们自己弱小，你们的神话早已腐朽。弱小？毁灭与重塑之神湿婆，宇宙的创造者梵天，你敢说他们弱小？艾纳尔，我承认奥丁很强，但你敢断言他能稳胜我国的2位主神联手吗？更何况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击败了湿婆的汉魃，在华夏那残缺的神谱记载中，甚至都算不上顶级的神明。一个没有正式进入神谱的神，就击败了湿婆，那他们真正的顶级大神，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？现在不是讨论谁的神更强的时候，而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。我们必须联合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神明联军，在华夏彻底崛起之前，给予他们雷霆一击。那么就这么决定了，以全世界所有文明、所有神系的名义，对华夏发动最终神战。我们天竺国附议，必须立刻行动。唇王齿寒，我们同意合作。联合？那战后的利益如何分配啊？我们欧罗巴神系完整，奥林匹斯、阿斯加德，我们有信心单独对抗华夏，独享胜利的果实。别太自大，你没听到天竺国的下场啊！但全面联合代价确实太高了。我们的生化体系过于破碎，胜券者的数量也远远不足。这场豪赌，我们阿非利加输不起，只能观望。我们商议完毕。华夏的崛起确实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颠覆性威胁。欧罗巴联盟同意加入联军。既然欧罗巴已经决定，我们别无选择。一个胜利的华夏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空间。阿非利加联盟同意。沈寒，宣战了！全世界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国家组成了神明联军，他们将其命名为最终神战。最终神战，好大的口气！他们这是要和我们赌上一切。他们通过全球网络发布了联合声明，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疯狂报道，舆论已经炸了。慌什么？一群跳梁小丑的狂吠而已。最终，谁给他们的资格来定义最终？可是这次不一样，田中广义说服了所有人。欧罗巴的奥林匹斯和阿斯加德，阿非利加的古老神灵，甚至连一直保持中立的美洲和澳洲神系都加入了。这是真正的世界联军呐！他们要毕其功于一役。哦，倾巢而出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省得我们一个一个去找。沈寒，我
们相信你的实力，但是这毕竟是全世界的神明，我们的压力太大了。压力？我们华夏什么时候怕过压力？他们有奥丁，有宙斯，可他们是否知道，我华夏有道门3经，佛教30佛，他们有12主神。可曾听闻我天庭有4御五老、6司7元、8级9药、10毒11大药？他们吹嘘神明100万，可曾见过我地府10殿阎罗麾下1万鬼神？他们自诩神系完整，又怎知我华夏神州山有山神，水有水君，城有城隍，乡有土地，万千神明早已与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山河融为一体。汉拔前辈一人便可镇压世火，这还没算上上古妖族洪荒大物。这群无知的凡人根本不明白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。他们要战，便战，正好让这天下万邦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神威如玉，天威四海。天照大御神将亲自出征，800万神明将随行，这是对独神者的天罚。华夏的伪神们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化为尘埃。这个时刻到了，梵天、毗湿奴、神狐3位主神的神威将再次降临，这次不会再有任何意外。太给华夏面子，居然需要我们所有神系联合。哼！我看，光是阿斯加德的阴灵殿军团，足以踏平他们的国土了。哦，最终神战，听起来真吓人，就像一群大象要去踩死一只蚂蚁，居然还要开个会，发表联合声明。完了！全世界都打过来了，我们能赢吗？要不要赶紧跑路啊？好，往哪儿跑？这是我们的家。沈寒大佬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有自己的神，相信国家，相信沈寒。理智一点，这真的是赌上国运的一战了。赢了，我们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；输了，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们退无可退，只能应战。怕个球啊！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来，让他们来，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诸神退散，仙佛必异，放华夏者虽远必诛。唉，民心可用，但也充满了不安呐。沈寒，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回应，一个能稳定所有人的回应。回应？当然，我华夏神卷总指挥沈寒在此，请代表华夏回应所谓的最终神战。华夏应战。3日之后，东海之滨，恭候世界联军大驾光临。士们、先生、诸神的代行者们，我们齐聚于此，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，一场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、决定无数人生死存亡的国运之战。国运之战，神还惧他们？这不过是一场迟来的审判。我更愿意称之为大型驯兽表演。看看那头东方的巨龙，如何让我们撕成碎片。众所周知，在过去的岁月中，华夏以一种我们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强势崛起。他们的力，他们的神明，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秩序，触动了太多既定的规则与利益。放他娘的屁！什么叫我们触动了旧秩序？他们用坚船利炮掠夺世界的时候，不说秩序。听听。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公正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他们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
冲突与矛盾由此而生。今日之战是仇恨的终结，也是后果的显现。我无意评判对错，但在神明意志的裁决下，华夏必须应战，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。哎，说得好，李兄长阁下说的太好了，万夏中入的华夏就该接受世界的制裁。这是业报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。现在我宣布最终神战的规则。最终神战的规则很简单，没有规则，双方投入所有参战神明进行无限制战斗，直至一方彻底失去所有战力，再无一人能站立于场上为止。现在，请双方参战者入场。仪式由胜利者书写。这哪里是什么神战？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华夏神明最血腥、最无耻的围猎。而我只是那个负责鸣响第一声猎枪的人，仅此而已。以我等之名，恭迎我神降临，为了世界的正义，抹杀东方的异端。是谁在呼唤无知神力，审判世间的罪恶？神明的华夏人将在圣子耶稣的圣光下净化。毗湿奴大神、湿婆大神、梵天大神三相神的力量将纠正这个错误的世界。生死期到了！怎么会？一上来就是5个主神，这怎么打？完了，我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力量。华夏这次必死无疑。他们拿什么来对抗整个世界的神明？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他们的神明绝无可能在这样的攻势下活下来。华夏的国运就停在今天了。全神战团准备第2轮召唤，不要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用神罚的洪流将他们彻底淹没。申寒，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逼啊！5个也好，省得一个个来送死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全票通过。从今日起，地球联邦正式成立。以华夏为尊，我们美利坚坚决拥护联邦的决定。我们欧小盟也愿为了联邦的崛起献出一切。我大和民族誓死追随华夏，追随沈寒先生。都起来吧！既然都是联邦的一员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刚才约翰代表和伊莎贝拉代表主动提议上缴90%的资源产出，这个态度很好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联邦的资源就该集中起来办大事。我们美利坚立刻就去办，所有战略储备、尖端科技全部列出清单，上报联邦中心。我们欧小盟也是，我们珍藏了几件上古遗物，虽然一直研究不明白，但肯定不是凡品，我们愿意全部献给沈寒先生研究。沈寒先生，您的意思呢？这些资源与我无用，但联邦出力，万象更新，确实需要根基。什
上帝呀，这是什么？比我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模型还要复杂10000倍！太美了，这简直是宇宙的真理，是神迹！沈寒先生，这是一种基础的聚灵阵法，布置在全球各处关键节点，可以引导逸散的宇宙能量，改善全球生态，提升物种生命层次。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阵法范围内，百病不生，延年益寿。融合过多位神明，他们的神秘流子加上华夏的国印基因，我也是几乎拥有神的脑印了。神，您就是神，请允许我代表美利坚成为您最虔诚的信徒。我们愿意付出一切，只愿能沐浴在您的荣光之下。谁敢对联邦不敬，就是我大和民族的死敌！我们也为守护阵法流尽最后一滴血。沈寒先生高瞻远瞩，我等拜服。我立刻组织联邦最顶尖的专家团队，全力配合您布设阵法。布阵的材料就从他们上缴的资源里找吧。不够，我们再去抢，再去友好协商，为了联邦的未来。灵气复苏只是一个开始，地球该在宇宙中拥有自己的声音了。太壮观了！这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。我敢说，就算是古代的金字塔，跟我们的天门计划比起来，也只是小孩子的积木。你不能这么说，约翰，这不是工程，这是艺术，是沈寒先生赐予我们的，在宇宙中谱写的神圣诗篇。看那结构的线条，充满了宇宙的韵律感。两位，请注意用词，这是联邦的最高机密工程，也是我们对沈寒先生表达忠诚的基石。根据最新的进度报告，第一阶段龙骨铺设已完成98%，能源核心的安装即将开始，所有流程都严格按照沈寒先生赐予的图纸进行，分毫不差。效率不错。地球上的聚灵阵法运行的怎么样了？报告，先生，效果好的不可思议，全球平均寿命预估提升了15年，新生儿的体质评分平均上涨了30%。最关键的是，犯罪率，尤其是恶性犯罪，下降了超过80%。人们生活在灵气的滋养下，心态都变得平和了。我们的科学家发现，长期沐浴在灵气里，甚至能激发部分人群的微弱潜能。虽然还很初级，但这证明了沈寒先生所言，提升物种生命层次正在发生。很好，根基稳固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只是这天门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，所需的资源是个天文数字啊！请放心，为了联邦的未来，为了沈寒先生的荣光，就算是把月球挖空，我们也在所不惜。友好协商的大门永远敞开。参见沈寒先生。速度太慢了。先生，我们已经动用了联邦所有的力量，24小时不间断施工，这已经是现有科技的极限了。极限是用来打破的。这是洞玄归元阵，作为天门的能源核心，它可以直接从虚空中汲取能量，无需任何物质燃料。不可能，这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，凭空创造能量，这是创世神才有的能力。闭嘴，蠢货！不是违反，是超越，是更高维度的真理。快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每一个符文的结构。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，这个阵法能让天门实现涌动？涌动不过是低等文明的叫法，它能提供的能量足够将整个太阳系从当前维度跃迁。加快速度，有些客人可能已经快到了。客人！警告！警告！在柯伊伯带外侧侦测到超光速单位，正在接近太阳系。报告，目标不是任何一只天体，它的轨迹是笔直冲着地球来的，速度无法计算，已经突破了我们所有的物理模型。是客人？这么快？准备迎敌！先生，不必惊慌，这不过是宇宙的敲门声而已。首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就真的让他一个人下去？那个仲裁官说的没错，1对100，这是在送死。这是沈寒自己的决定。出发前，他向我立了军令状。他说，他有绝对的把握。把握？这是能凭把握就去赌的事情吗？沈寒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华夏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呀！看吧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不能和任何人多说什么，这也是沈寒的要求。沈寒，孩子，
你赌上的是自己的命，也是整个民族的未来。你可一定要赢啊！哼，故弄玄虚。华夏的年轻人，你打开了一扇空门，召唤了一堆虚影，现在又待如何？难道要用你的嘴说死我们这100万神军吗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对付你们何须万神将？我一人便可为神。传土造人开盛世，炼师天武上东，恭喜大地之母女娲上神。他要做什么？挥舞干戚不休止，梦之孤身逆苍天，风起不屈战神。明天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凡人的躯体，怎么可能同时容纳2位神明的力量？他会爆体而亡的。神皇治世，拥主伐天，天风出日，水神怒触不周山。恭喜华夏先贤，万神归位！没有召唤神明降临，他把自己变成了华夏的万神殿。奥林匹斯，阿斯加德，尔等鬼师，何敢接我华夏？战！我们为什么不趁现在他还没有融合完，直接冲上去干掉他？能融合这么多神明，这小子绝对不简单。作为神，你能要点脸吗？在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跟你站在一块儿是一种耻辱。你也说了他不简单，那好，你现在去杀了他吧。沈寒，他真的太拼了！一个人融合这么多神明，这样的压力绝对大得可怕。大家一直的共识，一个神卷者只能融合1个神明，融合第2个的时候，2种不同的神性力量就会互相冲击神卷者的意识，甚至让他直接意识崩溃，变成只知杀戮的疯子。这种冲击是指数增长的呀！沈寒，你别这么拼了，我们输得起，不要把命搭进去啊！对付你们这群伪神，足够了。蝼蚁团，准备好了吗？愚蠢的凡人，你将为你的傲慢付出永世沉沦的代价，受死！说我至死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万世之躯究竟有多大本事！杀！热身结束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子不错，有几分蛮力。力倒是够了，可惜准头还差得远。
家的小子，挺抗揍啊！那就尝尝这个恒河之怒。别玩恶心，再来下次就不是盾牌，而是大嘴巴子抽你。不对劲，你们谁打到他了吗？这小子滑得像条泥鳅，没有。他的实力护盾强度高的离谱，我的太阳烈阳都无法穿透。你们有人受伤了吗？没有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退，全军后退！不可能！刚才的战斗，我们的军团竟然已经折损大半。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我们，他用对我们5个的攻击做掩护，每一次看似落空的招式，都精准地屠戮着我们身后的战士。神力交汇如此混乱，法则风暴遮蔽了一切感知。是我的疏忽，我低估了华夏。本来还打算再跟你们玩玩，没想到你们反应还挺快。也罢，几10把造化之药。不好，那是造化之药，他是要用这个召唤神明真身降临。fuck， 糟了！圣战团折损大半，士气全无，无大诸神，他们还能顶住即将降临的华夏神明真身吗？我操！圣神这是要摇人啊！打群架是不是？我们华夏神明没怕过谁？太帅了！这才是我们华夏的风骨，把他们全干掉，一个不留！以我现在的融合状态，已经无法保证必杀这些主人。他们想跑，我很难全部拦下。那么，现在就用造化之药召唤华夏8000神明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阻止他！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！他要召唤援军！晚了。以凡人之躯成神明之愿，以诸神之血筑通天之门，恭请我华夏先祖降临此界，大尽宵小，重振神威。那是什么？开天辟地的气息？不可能！盘古、后天、女娲、伏羲、炎帝、黄帝，还有冰主蚩尤，华夏神话中最顶点的存在，他们竟然真的存在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这不是战争，这是审判！创世神级的存在，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鬼？盘古是盘古大神，还有女娲娘娘，这才是我的迷人的老祖老神明啊！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华夏的底蕴。什么狗屁众神之王，在我家老祖宗面前提鞋都不配。小伙子，刚才在你身上看着你战斗真好，无尽岁月。
凡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保下我们？保下你们？你想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死法得由我来决定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高天元的主宰。主宰？没想到你小子还能苟活到现在。这些家伙的神性本源就拜托诸位前辈剥离了。至于剩下的杂鱼，杀无赦。诸位前辈，请吧。好，区伪神也敢妄称神王，今日便让尔等知晓何为天威。战！雷电不过是天地初开时的余响，你以此为例，格局小了。不可能！吾乃众神之王，雷霆的执掌者。吾乃天帝，牧养万神。你这偏僻小神系的所谓神王，在姑面前连称臣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的冈格尼尔，象征着誓约与胜利的神枪，竟然……朕掌人间万事，德披四海，而这光芒不及华夏一户灯火。创世神，你的创造之力为何如此孱弱？还不如我麾下一个魔兵。来，再战！以信为例，中是外道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当信徒不再信任，你便一无所有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尔等本不该存在。天道循环，有始有终，你们的始便是今日的终。等一下，我承认你们的强大，但作为最后的败者，我请求有尊严的离去。我要为我的信徒们留下最后的见证，深爱世人，宽恕他们。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战死沙场，那才叫英雄。临阵自裁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对不起，我们马上离开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深寒英雄，华夏，华夏！哈哈，神先生，恭喜！我就知道，华夏的神明是真正不可战胜的。这场胜利属于伟大的华夏。此战因你而起，此为战利品，归你所有。如何处置，由你定夺。沈先生，您真是华夏的英雄，不是世界的伟人。这次的胜利，一边去，别在这碍眼。我就说沈寒可以的吧，好小子，没给咱们华夏丢人。何止是没丢人，这是给咱们华夏挣来了万世不移的荣耀。沈寒，你的谋略和勇气当即首功。我等执掌兵革，守卫国门，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亲眼见证神话降临，护我山河，痛快，实在是痛快。吾等沉睡万古，未曾想今日还能为我华夏血裔再战一场，幸甚至哉！感谢先祖护佑，感谢盘古大山，感谢女娲娘娘。我华夏有神，我华夏有神啊！护佑华夏本就是我等分内之事，尔等皆是我们的孩子，不必如此。但今日我等能够重现于世，皆因一人之功。是这孩子以凡人之躯燃起不灭之信仰，他的呼唤跨越了万古的沉寂，穿透了天道的枷锁，才将我等从沉睡中唤醒。晚辈不敢居功，若非诸位先祖留下了不朽的传说，
若非我华夏同胞心中存有不灭的信仰，晚辈纵有千言万语，也只是空谷回应。此战之胜，全赖先祖神威，亦是亿万同胞齐心之果。好，说得好啊！不骄不躁，这才是我们华夏的好儿郎。此间事了，我等也该归去了。沈寒，你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，天道之轮已然重转，华夏之新纪元自此刻起航。新纪元吗？我明白了。神战中焉，盼东方华夏胜。该死！天道已经宣判，我们的神竟然成了他们先祖的养料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约翰，我们该考虑如何在华夏主导的新秩序下，争得一丝喘息的空间。我们必须拿出让他们满意的成绩，无论那是什么。各位，想必这几天的变化，各位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了吧？这在我华夏，以后全球所有资源统一由联邦调配，各位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，只是这个调配的比例……怎么？不，我完全没意见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美利坚愿意主动上缴90%的资源产出，这就能获得联邦的庇护。我们欧小盟也一样。愿意拿出我们的一切。沈寒先生，您看呢？我华夏不好战，但也不畏战。顺我者，可同登仙路；逆我者，我等愿奉华夏为尊，有事顺从，有无二心。爽，太爽了！这才是我们华夏屹立于世界之巅该有的样子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全票通过。以华夏为尊，我愿为联邦的崛起献出一切。奇怪，神战已经结束，新的秩序正在建立，为什么至高天道的波动反而更加紊乱了？沈寒先生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没什么，不必多虑。好，诸位都听到了吧？新纪元开始了。无聊，下一个目标在哪儿啊？哦，一个低等文明，这浓度有点意思。居然诞生了本土的神，还把几个其他劣质神种给灭了。一群刚刚学会用火的虫子，就以为自己可以触摸太阳了，
真是可爱又可悲呀。好吧，就当是饭后甜点了。虫子们，等着我的进化与毁灭吧！微微的星球，编号G55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塔洛斯在此宣告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